日本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反咬一口的声音，美国要警惕了。大家好，我是肖云华。今年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美日两国在核问题上的舆论似乎正在被带往一种失控的方向。岸田文雄给今年 G7 会议选址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小心思。一来，广岛是他仕途的起点，把 G7 峰会选择在这里，有利于让岸田文雄争取到更多地方上的支持。二来，利用 G7 这个平台，可以增加广岛的曝光度，巩固日本右翼的历史叙事。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在宣传上都主张无限拔高日本核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利用广岛长期爆炸的2颗原子弹，在国际社会中博取同情，淡化日本在二战中应该承担的历史罪责。最近几年，美国出于围堵中国的需要，开始在各种国际场合有意淡化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给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为日本翻身再武装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更是侧面助长了日本右翼给二战翻案的野心。岸田文雄这一次邀请7国集团领导人集体聚集到广岛，给死难者献花，算是一轮试探，看看美国能把日本松绑到什么程度。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岸田文雄这一次是用力过猛，不但引起了美国的警惕，而且也让不少被受害者论带跑偏的日本人心态失衡了。在 G7 领导人峰会揭幕前夕，就有媒体专门询问拜登会不会为二战时投下的2颗原子弹道歉。很明显是日本右翼为了翻案，替美国量身定制的。一旦拜登含糊回应或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那么日本核战受害者的身份就板上钉钉子了。但是拜登毕竟不傻，美国愿意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中国，但并不代表愿意让美国自己背上核战犯的罪名。岸田文雄的试探太赤裸裸了，所以被白宫非常干脆的一口回绝。而在被回绝之后，日本的心态很明显是失控了。在日本网络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声讨拜登的帖子，有日本网友眼尖的发现，拜登这次参加 G7 领导人峰会，随身携带了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一时间在日文网络平台上斥责拜登是带着凶器重返杀人现场的罪犯，在广岛伤口上撒盐的声音不绝于耳。其实美国总统随身携带核按钮手提箱是美国的政治惯例。岸田文雄在邀请拜登来广岛做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日本网民的关注点并没有落在核弹死难者慰灵碑前，而是放在了拜登这个核手提箱上。只能说，日本右翼这些年来给日本国民洗脑确实卓有成效。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对当年自己的国家和长辈曾经犯下过多么惨无人道的罪行毫无认知，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去看问题。然而，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日本右翼一厢情愿的篡改而发生变化。拜登带着核按钮手提箱访问广岛，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即使被日本视为盟友的美国，在历史叙事上和日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美日现在热络的关系完全是基于对付中国这个目标的狼狈为奸。拜登在日本网络上被骂，只是这种畸形关系开始反噬的第一步。未来如果美国继续为了围堵中国，放任日本右翼在二战问题上装受害者，说不定美国太平洋舰队有机会会重温珍珠港这场挥之不去的旧梦。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